我们也看到呢，中文舆论场上各种意见都有。那么沈先生，您本人呢，其实也已经是这场舆论战场上的一名战士了。从您个人的感受，这场舆论战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怎么打？讲一个故事吧。这波乌克兰打仗的时候，这个打起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正好台湾停电嘛。台湾停电那几个小时，大家都觉得，哎，我们大陆的这个舆论场清静了好多，很多杠精一般的存在突然就不见了，对吧？我的那个账号下面感觉是很，这个那天早上它是9点钟停电嘛，从9点半开始就没有了嘛，直到晚上7点钟，7点钟一般这帮人发到12点就不发了。结果那天晚上凌晨1点、2点、3点都在不停的发，所有人都觉得这帮人在补 KPI， 对吧？然后第二天新浪微博开始就是凡是带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键词显 IP 地址，显 IP 地址来源，对吧？结果那个东西一来，马上又像停电一样，瞬间就不发了呀。然后接下来就换了一批账号发，然后呢，从内容上来看，说白了就几条嘛。第一个就是吹捧乌克兰，吹捧乌克兰其实是假的，关键问题呢是为了吹捧美国。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你看，凡是抱美国大腿的美国人都会罩着他，所以我们抱了大腿就行。那大家只要去想谁有这个需求最强烈的嘛，就知道了，对吧？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什么？都告诉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博弈啊，大国间的战略博弈是弥散的，是分散在各个领域的。然后呢，有一条很重要，就是大家有坚定的意志，就是恰如其分的看清博弈双方真实的实力，实事求是的理解各方的长处跟短处，然后避免什么？避免对方就动了个嘴，你自己把自己吓死了。一些美国媒体持续炒作俄罗斯可能对乌克兰动用小型核武器、化学武器。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在俄罗斯的战略力量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之后呢，美方却很平静，甚至推迟了原定的民兵3型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一直都在拱火，但是非常注意避免出现核对峙。这后面美国的考虑是什么，沈先生？我跟你说，美国跟俄罗斯的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态势是很清楚的。就俄罗斯就讲说，你过来惹我，我是不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那美国人一看，那拱火拱差不多了，那我就不要跟，我又没真的准备跟，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乌克兰现在要反复的是哪里来的自信，让美国为你打一场核战争？除了炒作生化危机，美方还在不断炒作俄军核武使用的可能性。据美媒披露，由美国国家安全官员秘密组建的老虎队正提前推演美国及盟友应对普京动用该国化学、生物或核武器储备的情景。该组织每周举行3次秘密会议，在制定对俄制裁措施、组建北约成员国军队、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武器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据老虎队成员透露，该组织还在设想北约国家应该如何应对俄军进入北约领土，并攻击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和援助的车队，以及俄罗斯寻求将战争扩大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邻国的情况。首先一点，美国并不是一个核优等生，就像他在特朗普时代加快地推进所谓的国家的核安全战略，并且降低自己使用战术核弹的门槛。在这里反复地强调俄罗斯的核武威胁，无疑是想把水搅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俄罗斯的核威胁，还有美国的核防护等等，其实无外乎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谁都无法来追求一个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必须要把对方的安全关切考虑在内。